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古堡，被称之为是福建的第一奇宝。它有几个非常独特的特点：第一是建在沼泽地上面；第二，这座古堡里边没有蚊子，也没有蜘蛛，唯独奇怪的是，这座古堡竟然招来上千只蝙蝠。它是一座充满谜团的百年古堡——安贞堡，也叫池冠城。清光绪年间，世道动荡，匪患四起，乡绅池占瑞父子耗尽半生财力，耗时14年，在传说的沼泽地基之上筑起这座避难堡垒。堡名取自《周易》，寄望乱世安身。当年土匪3次大举围攻，却始终无法踏入堡内半步。古堡形制奇特，前方后圆，外墙底部厚达4米，环墙走马廊密布180余个射击孔，90多扇瞭望窗，两侧角楼互为犄角，大门预留注水孔抵御火攻，防御几乎无懈可击。这儿的风景特别漂亮，你看它两边种满了好多的水稻，那个围屋就在那儿。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啊，然后乌云密布，待会儿应该会下雨吧，但是温度还是挺高的哈，30度左右吧。你看他们这个房子非常的矮啊，都是木质的哈。这个是椰子是吧？嗯，这可以吃的吗？可以，可以吃。嗯，哦，你是搞来卖的是吧？是哦，要不要？哦，我不知道怎么吃。那就这样。我是外地的。对，我来看这个屋子，有多少年了？这屋子我不知道，100多嘛。 100多年啊。它房子的主人姓什么？不知道吗？那姓罗。姓罗啊？哎，姓车哦，真的。啊？车哦，车哦，陈车车。车哦，车。谢谢哈。哈哈。现在已经来到他的门口了。你检票吗？有。安贞堡严禁烟火，进堡之前请自觉继承打火。哇，它的这个坝子挺大的啊！你看它这个堡，应该上下有3层楼吧？因为下面是石头砌的，看不清楚啊。上面还有一个暗层。我们现在从这儿进去看一下这里边。它这个堡叫做安贞堡啊。你看铁包的，打了好多钉啊，而且它这个外墙你看都是这种条石来砌起来的，非常牛啊！这里边特别凉快。哇，这个院子好大呀！上面有一层，你看那些门窗都是雕花的啊，紫气东来。这儿应该就是它的客厅，跟大家看一下这两边。这儿是个典型的4合院，你看上面还有好多的花草。而且这些柱子全部都是榫卯结构，没有用到一颗铁钉啊。这儿有个井，这个井现在封掉了，看不到下面了，非常大啊。地下面都是用条石铺叠的，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它这房子啊，下面这个地基都没有落在这个下面的，它是搞了一个柱础啊，把这个柱子撑起来，然后下面是空的哈。这种呢就起到了一个防潮的一种。中医地嘛，那个是杜意吧，应该没错吧？你看这门上这些雕花，包括这一边。哇，这幅图雕的好精美啊！你看上面有老翁挑扁担，这个好像是高中状元的一幅图啊。这边
它的雕花几乎都是一样的哈。它这儿写的有二进门，窗雕上刻画是沉香赶考。原来这幅图讲的是进京赶考的一幅图哈。这是个二进院，哇，这里边好大呀！你看它下面这个位置都是有2个把子啊，一个上去，再走2个台阶，又到第2个台阶，再走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台阶，再到他们家的客厅啊。其实它这个台阶都是有寓意的哈，朋友们，你看啊。加上面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哈，9节台阶的话，在古代的话，一般人是不敢用的哈。他们家祖上应该是有当官的哦。那些门窗都是全部都是雕花的，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它的第1层啊就比较高啊，第2层呢就比较矮一点哈，没有下面这层高。我们看一下它左右两边的厢房。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偏厅，这边是洞房，这儿写的有洞房花烛婚房。这个洞房这么小的吗？好小的一个洞房啊！但是这张床是非常的精美哈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还有一些陶瓷。这一间是书房，平时啊写诗作画呀，然后办公啊就在这个位置，文房四宝全部都在。哇，这个客厅太豪华了，进去看一下。你看，都是这么粗的大柱子啊。中间有3张桌子，有几把太师椅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住处，上面写的人物造像，这儿还有个寿字啊。这上面有一个牌匾，上面写的是兵部侍郎、福建巡抚部张召栋。乔子年方，咸丰年间的，亲命提督福建全省学政，当官的不少哦。云龙池宫之遗像，就是这个安贞堡的建造者、设计者，曾经当过拔贡，还有知府、花翎，太厉害了。上面的木雕。雕的是双凤朝阳，下面雕的是龙凤，富贵花开，满是春。这儿是它的后花园。哇！长满了很多杂草啊，原来应该是花园吧。土堡之父，他后院的这些房子全部都是，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这边是原来的厨房，原来的洗手间就在这个浴室。你看，在上面洗的话，水就直接排到下面这个沟里面来，排出去了哈。而且这种房屋的设计啊，它一般都不会潮湿啊，
大家看啊，它下面都是没有贴着地面的啊。这个地方就是厨房啊，平时吃饭就在这个位置。下面长满了好多的草。这边有个家财万贯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你看它这种窗孔啊，外面看到比较小啊，但是这里边就特别宽、特别大。家财万贯，哦，在这儿，哦，这个位置是他们家的藏宝库啊。你看，好多的这种宝箱啊，放东西的。金银财宝平时就放在这个位置。你看，它这个楼梯都是用木头然后来做的啊，非常的宽。下面还有一层，它是一个阁楼，然后这一边可以去到后面。我们去看一下这一边，它这边呢，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是相连的，从这边有个走廊，走到这边，从这边然后过去的。你看，都是串通的啊。这些房间都是空的，没有人住的。一扇老窗，它外面这一边房间比较多，我也不知道它里边那些房间究竟修来干嘛的哈，太小了，也没有人住。我们过去溜一圈啊，从这边过去。哎，这个小房间你看啊，大家闺秀闺房。这个闺房原来是在2楼，在客厅的最前面啊。这边是一个织布机啊，这就是古代的织布机啊，就是这样的啊，人坐在这里，用手不断的织布。这边是碉楼哈。它这个碉楼就是挺小的哈，但是这儿有个木板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下面应该有一个密道通到下面去了。而且它这个碉堡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它的楼上这个窗子，你看啊，都是里边大，然后外面小，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看到外面啊，可能就是方便用来干嘛呢？就是防御的哈，观看下面的敌情的。你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座碉楼的这个城墙上面，叫做围墙吧，它全部都是用石头然后砌起来的。你看一下，好厚啊，从这儿到外面。这儿啊，是他们家的一个神龛啊，你看。神龛刚刚放在这个碉楼的最前面的顶上，灌水孔，作用为保护大门，土匪攻打城门用热水防御，火攻时冷水灭火。看到没有？就在这两边，这就是灌水孔，从两边灌下去，而且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，不光是2个啊。基本一个地方都有，你看嘛。你说这个古人也是非常聪明哈，
他还知道防御，防止有人在下面火攻，然后做了这些灌水孔来浇灭这个火。哇，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它的烟囱，这上面还有一层，还有2层。它这儿是个小的天井哈。它这些房间都是空的，这就是它后面的围墙啊。如果拿我说的话，这个其实不叫围墙，这个叫城墙。你看，都是石头砌的，特别厚。这个堡啊，挺大的哈，它不是那种小堡。我们现在是靠外围它这个城墙，然后走一圈，因为它这个房子啊，它靠城墙有一排这种走廊，就方便古代运兵用的啊。这个其实也可以称作为运兵道。哇，这儿还有泥巴墙哦，土墙。我以为全都木质的，原来还有土墙。它这边还有个小阁楼。哦，这是个小阁楼。哇，这上面这种眺望台好多啊！哎，它下面搞了这么多小孔，搞来干嘛的？这是没看明白啊。这儿还有字，金珠。这些人来旅游啊，就是不文明，乱刻乱画，素质太差了。这种房子好的好就是不隔音，因为在古代嘛，没有钢筋水泥嘛，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干嘛呢？木头，用木料是最好了。但是用的好的木料，它还是能管很久很久哈。它的上面啊有很多的这种砖雕，有龙啊，有凤凰啊，有花草啊，还有寿字啊、福字啊，什么都有哈，太精美了。放粮食的地方啊，你看中间还有个小斗啊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就是把米就从这儿直接放下去了哈。它这儿看过去，这边还有一层呢，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进来那个大门的最上面这一层，我们一会儿过去看一下这边。这一边就能看到它的客厅啊，哇，这客厅真大呀！我们刚才就是从下面那儿，然后从这边上来的哈，但是上面我们还没有去哈，我们一会儿上去看一下。你看它的墙上，它的窗子有方的有圆的，你看上面这些砖雕，太精美了。哇，这儿就是它的2楼啊！哇，这个柱子好粗啊！你看下面有几把太师椅，还有3张大桌子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啥。上面这儿有块白匾，看到没有？2龙襁褓，大清。什么什么诏曰，皇帝诏曰啊，诰封，光绪年间的哈，延庆堂，中间这个应该是财神吧？
你看上面都是镶了黄金的，中间这儿有块匾啊，上面有2龙襁褓、大清协主靠、少中持、B 3个老婆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后面，它的后面是一个阁楼。而且它这个屋角啊，看到没有，都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的啊。下雨的时候，这雨水从上面流下，应该特别特别的好看啊。你看，我们从外面走过来，这第2道门，上面有2个门神啊，然后年久失修啊，上面的脸部都看不清楚了哈，但是看上去非常的严肃哈。堡内是3进地进士院落，360多间房屋，层层抬升，粮仓、5口水井，生活配套一应俱全，上千人可闭门固守，环保回廊4通8达，如同迷宫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古堡空置多年，却极少见到蜘蛛网，百年谜团至今引人猜想。坚硬防御与精巧宅院融为一体，藏着古人乱世求生的惊人智慧。